在开头只登场那几秒的绿色骑士，对，就是那一位尬恰绿色骑士，即使2秒就领便当，还能受到国外的玩家讨论，导致他在漫画中有特别被增加戏份。对不起，2018年8月2号可能是我第一次跟人类说话，久久没听，以为还好，一听，哇，当初怎么敢上传这支练习影片？想说带着耳塞开无敌，回去6年前的影片翻一下绿色骑士资料，完全没有参考价值。请容我重新介绍一遍这名伟人以及伟大的游戏《洛克人 X2》。这位早死哥在海外很红，还被赋予专属的名字 Green Biker Dude 绿色机车老兄。另一个查到的名字叫 Charlie， 但是无法从任何文字媒体找到来源，可能是狂粉或是迷妹编造出的假名字。我猜有些海外玩家初见绿色骑士的反应应该是这样：看，旁边那位是谁？好帅 ！Oh no, he's dead！总之，人类试图从他身上找出一些心灵寄托，像是替他取名、编故事、画图纪念等等。连岩本加号的漫画都有帮他加故事。对艾克斯极为尊敬，总是称他为队长。队长却从头到尾都叫他小子，原文为 boy， 应该是真的没名字。艾克斯抠其他死人成员就有叫名字，罗宾、布凯诺、伊吉，只有跟班继续叫小子。作为艾克斯最忠实的部下，待遇却是如此可怜，在漫画中很快就爆了。我敢说我比艾克斯好一点。小时候被这关伤害过幼小心灵，当时天真的站在里面，结果试到快死掉都还深信不疑，总有一天会载我去右边。后来彻底死心了，认为它就是个整人电梯而已，还有一根汉堡波假扮的夹子，还有可能掉下去扣点血。这段踩墙就很合理，这是 X 系列必学的求生技能，不会踩墙就没办法玩了。以前觉得这关是 X 系列续关里面最奇怪的关卡，有整人电梯跟汉堡波假扮的夹子，结果这次仔细研究，终于豁然开朗。关卡结构跟开头剧情过场其实有很大的连结。这间工厂制造出大量的非正规品，以及一种能让思考型机器人非正规化的晶片。刚才的假电梯跟夹子其实都是非正规品的生产线。因此，一群人飙车过来，艾克斯活跃于扫荡西格玛残党的非正规品，接受猎人基地赋予的任务，前往调查工厂内部，并且破坏。晶片的细节没有在游戏对话被提过，推测可能放在设定集或是说明书里面，在岩本加号的漫画有特别画出来。现在才知道关卡其实拉满细节，彻底颠覆以前的评价。打掉生产线的敌人就能搭顺风车，最后打一台要 3D 不 3D 的铁球巨人，动作流畅到根本不同次元，3发手炮轻松解决。这时反派组织反击猎人正窥探艾克斯的一举一动，知道他很厉害，打败过西格玛，所以决定先交给杂鱼部下解决。倒数3句话才是重点。话说回来，完成那台思考型机器人还要多久时间？零件差不多都完成了，只是控制回路还不完整。为了达成我们的目的，需要那台机器人的力量。再不快点完成的话，留下很重的醍醐味，进入黑画面转场。这代8大响应反击猎人的号召，以残党身份在各地作乱，大部分忠诚于西格玛，少部分受到晶片控制，或是后来被续关的工厂制造出来。X12 算是善后 X1 的西格玛叛乱。再来到了8大转盘时间，同样顺时针选关，用纯豆弹挑战关卡，另外优先选择反击猎人出现的关卡，避免没捡到学长的10块。这也是我觉得 X12 最难的难点，必须在他们出现的关卡连同8大一起击到，否则永远消失，再也拿不到学长的10块。3个少一个也不行，完全没用。我国小国中没凑齐过半次，超难。晚一点就会出现他们登场剧情，然后超多人在那边嗨电池蜈蚣，不知道在嗨什么。上天决定先打谁，干蜈蚣直接关机。靠北。这只很像蜈蚣啊，这只也蛮像蜈蚣的啊，这个也是蜈蚣啊，蜈蚣怎么那么多只？干，我记得它不好打鸡巴。这关8大印象最强，而且关卡毛很多。前面没躲过一大堆警示灯，就会被敌人包围耗血，还失去拿爱心的资格。原本这边有个能踩的地方，碰到警示灯会变成敌人，而且不会再生，逼你重进关卡。这边我原本想靠腰几句话，结果不小心掉头把我收买了。有头还是今天要学多米多了？有头马上迎来第一只中 BOSS Chopu Legi Star。
批砍动词搭配注册登录的名词，凑成符合外形又有印象的好名字。它是一种病毒实体化的敌人，正面上它我觉得是超难的中 boss， 追尾性能太好了，变招的判定范围又大又及时，只有剑柄才有受击判定，剑身无敌。可惜遇到肩膀上有 X1 速身破关荣誉勋章的男人 TG 奖游戏特 A 级玩家虽败犹荣。另外用集气锁链特务可以击杀泡沫、废铁、磁铁地雷都有效。这把剑在漫画中被塑造成魔剑，贴上一层很帅的贴图，只有勇者才能打败它。比喻艾克斯的精神与行为就像勇者，打完中 BOSS， 因为前面沾到太多警示灯，这边拉屎速度跟喝到过期牛奶一样快，而且这里有超多麻烦要注意。如果要打反击猎人，就要赶路避免右下角被挡住，还要小心不要被扫描照到太多次，会加强下一个中 BOSS。被照3次，直接一路帮你涂到最强形态紫色。原本绿色只会射下面跟跳下射，紫色进化到有防护罩、前跳还有射上面，而且血跟 3D 剑一样多。漫画也有画出这段扫描细节，采用最高等级的雷达杀手。做一段放没水准的方块击人，这个还好。终于看到电磁蜈蚣，它有不少忍者动作，像结印手势跟倒立在天花板射飞镖，还有魔空包围弹，比克比他晚学，从缺口跳出来破解。最色的是注入病毒，需要加藤鹰般的手速连打才能解脱。这招有点神奇，中过一次之后就很难解脱，几乎没成功过。第一次只会不能集气，再来无法连射，无法冲刺，最后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就可以等死了。如果手速已经有一番成就，反而多非常多的攻击机会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漫画的电磁蜈蚣会女装，八大打斗大部分都是逆转胜套路，所以这次漫画会略过很多八大内容。特务长这样。下一关水晶瓜牛，这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开机器人拿爱心，从小到现在都是一路飘过去，然后就掉下去，缘分到了就会上去。一直以为这是很严格的爱心，不过这次才知道我有个错误动作，原来拿爱心要用点飘的，感谢聊天室纠正。还有人会在这里炫耀很无聊的小技巧，把机器人开去打中 BOSS， 真的有人把我拉走就为了给我看这个白痴画面，实际操作一遍意外简单，左边全打掉，中间打2颗，右边再打2颗，从这边点飘上去，到这边有点难，就能享受开机器人尬烂中 BOSS 的快感。没了，就这样，后面机器人开不过去，前戏搞老半天就为了爽那刚刚几秒而已。这是 X12 最烂的中 BOSS， 一直躲浮游炮而已，比蜈蚣关简单很多。头部胶囊藏在大空洞的左下方，算是很容易让人起疑的地方。博士这次变成解说役，只有说赶快进来胶囊吧，这个头不能找出隐藏道具，加油吧艾克斯。博士晚年肯定是做大买卖的啊，完全不在乎上次给的那套是不是被丢进垃圾桶。不过这颗头确实吊打 X1 的安全帽，它能探索当下全画面哪边偷藏东西，非常实用。X1 头部只是为了拿手部用的，后段难点都在这颗有机体身上，跟神奇宝贝训练家一样，看到玩家经过马上申请以金钱为赌注的战斗，看到艾克斯来了才会突然动起来。来了，网咖杀手。如果你在网咖时间快到的时候玩洛克人克斯尔，他绝对是你最讨厌的八大。使出火箭头锤之前，在空中转好几万圈才喷过来，慢慢打他会缩进龟壳里，然后又要等老半天的火箭头锤。快到咯。另一招吐口水，我会先踩墙躲掉下面最快的那颗，只能连打解除，手速要求比电磁蜈蚣低。上关是加藤鹰的进阶训练，这边初阶训练。攻击好躲，但是被打很痛，设计很合理。绝招是单方面把艾克斯的速度降得很慢，让火箭头锤更难躲。玩得很熟，可以直接抓时间打掉前置动作。漫画的水晶瓜牛超可怜，来不及放大绝就被打死了，还成为艾克斯自动取得头部的祭品。其他部位也是差不多如此，来的博士都只有简单2句而已，有点偏向为了还原电玩进度的处理。特务长这样。打完2个八大，反击猎人突然智商上线，决定向艾克斯出击，打电话到猎人基地下战书，才终于让 X1 找到艾克斯的凯恩博士有露脸的机会，告诉艾克斯他们有杰若的零件，请他独自一人过来与他们3人个别见面，如果打败他们就会奉上零件。凯恩博士说基地里面有控制杰若的零件，他们应该无法修复才对。艾克斯自告奋勇去打败他们。反击猎人开始降落在8大关卡，打倒他们对终局之战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优先选择有西格玛图案的关卡。下一关烈火雄鹿，玩过都知道要踩它拿左上角的1关。甲虫飞行机是这关的特产，它们寿命很短，看到门就会想不开。这边我从来没拿过这颗头，一直感觉是放来制裁贪婪的旅人，来试试看好了。哎
哎呦，来得及耶，比元祖2善良多了。元祖2员工如果活到现在，肯定是非正规品。半路有颗跟时间赛跑的爱心。进入第2座山，反击猎人在楼上。第一站选到首脑萨加斯，他跟艾克斯的对话是唯一有点暧昧的，说艾克斯看起来很有活力，难怪那个人总是想把你带走。简单2句讲完开打。从外形跟对话还有修复结弱的能力，萨加斯一直被认为跟威利博士有点关系，甚至被认为是100年后的威利博士，但游戏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案。不过他的攻击看就会精神污染，这到底是哪位员工边喝酒边想出来的鬼动作？空中转一圈喷光球，超那个超掉圣值，而且仔细看是双手抱膝的动作，从脑袋喷出一堆东西，这动作足以把以前科学家从坟墓里气出来。反击猎人我觉得3只都不好打，这只我认为是躲法最刁钻的，虽然可以走他的轮椅到另一边，但无伤缝隙都给很小，还好伤害不高，打败后暂时撤退，跑出获得杰若头部零件的讯息。烈火鹿哥超帅，全8大我最喜欢的，打起来是最有趣的，很喜欢一直踩墙跟他打空战，应该很多人也是这样打。而且 X12 有个很棒的修改，一直没机会讲，踩墙按住冲刺键就有效果，这是 X12 操作进步最大的地方。X1 只能在踩的瞬间补冲刺，很容易漏掉，半血以下变成蓝火加攻击力，绝招超帅。总之从头到尾打空战就会赢的8大，好欺负又有1冠拿，适合当起手官。特务长这样。下一关爪轮鳄鱼，关卡背景很炫，飞在都市上面的航空母舰正在破坏都市，老大也是个破坏狂。这关其实是特 A 级猎人移动式考场，正常要先拿脚装甲才能空冲上去拿手装甲，结果聊天室有一些非正规品，说可以用手部2段跳上去拿，还有用火焰特务机器上去拿的。这2句干话我要学起来以后跟人家讲。我原本是不想秀这招的，但是哎呀，一个不小心就秀出来了。我没有手凯啊，对，我有手凯，我想起来。怎么一个不小心，又秀了一个有点高级的技巧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控制不了我的手，我的手就是有一股想要秀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我都忘记我有手了，我刚用火焰冲就好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然后不小心打反击猎人之前被刺死，只好跟着反击猎人跳关。下一关泡沫巨蟹。如果在洛克人听到这首背景音乐，代表这关又臭又长。这关过程没什么特别，打爆2次枪击鱼造型的运输舰就结束了。重点是1冠跟爱心都很难拿，都藏在边边角角的地方。我原本以为有泡沫特务才拿得到，因为泡沫特务机器可以在水里跳非常高。这次被聊天室老猎人前辈调教一番，才知道其实可以速身取得。尤其这踩斜角会跳更高，我完全不知道。跳水是从 X3 学来的。反击猎人在第2区右上角，剑哥雅吉尔抓到 X4 超 X2， 扫地是最靠腰的，出招超突然，图片判定还做到整画面1/3的宽度，打他保持在墙壁中间应该是最安全的。被打败也是留下后会有期的讯息，得到减弱的脚步零件。再来隔壁房泡沫巨蟹，这是唯一一只会走路的 BOSS， 鸵鸟用跑的不算，而且走路跟螃蟹一样很可爱，有放置炸弹跟吐泡沫攻击，但是只要横跨它的头上，就会从头上伸出巨钳攻击，会自动破坏掉它自己的防护罩，成为最大的破绽，所以只在它头上跳来跳去就赢了。漫画版做的意外有型， X1 有一位被我跳过的原创角色马蒂美人鱼，这代继续沿用，还晋升到本关女主角的地位，那个穿着跟身材，雷维亚丹的地位稍微晃了一下。故事还跟泡沫巨蟹爱潜的设定搭得很顺，泡沫巨蟹到处杀害深海型机器人，得到他们身上的钻石来增加存钱筒的厚度。马蒂开着海盗船直接正面冲撞泡沫巨蟹的运输船，艾克斯即使英雄救美，还打爆泡沫巨蟹的存钱筒，给他致命一击。可惜没办法从游戏知道泡沫巨蟹爱潜的设定，反而很多从漫画追溯到游戏设定才知道的事情。特务长这样。下一关长链丝瓜，出完找道具的反应同步率应该高达 95%。这关爱心到底藏在哪？靠，怎么左上角偷藏颗爱心？白痴才走下路这种鬼地方。怎么地上有1冠可以解？过程大概都这样子。这颗血多到几乎被跳过去的水晶球是本关特色，主要影响天气，用特务打到变色代表天气有换，但只有雨天比较有影响。
满级猎人住在电梯里面很穷酸的位置，只剩3只最强的拜欧伦、洛克人界的许褚，力大无智商。RNG 铁球是最大的敌人，以前以为有规律，后来有次速升挑战才发现根本没逻辑，他会突然彻底改变方向，跟阿嬷骑车打右转灯突然左转一样，只能靠反应跟运气，缘分到了就会赢。然后克12手凯真的全系列最强，无视无敌时间给2次伤害，惯例的战术性撤退，得到杰若的身体装甲。丝瓜动作莫名讨喜，可食用植物甩着锐利的锁链，还会把自己往上拉，然后喷很多不知道是什么的鬼东西。重点是那个啵啵啵的音效。血剩1/4左右会生气打雷，现在看都会自动脑补成另一个画面。生气后伤害变高，动作不变。另外用音速鸵鸟特务尾刀，有特殊击破画面。特务长这样，凑齐杰若零件，凯恩博士确定能让杰若苏醒，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下一关回头打鳄鱼，王们这边做得很帅，但是前面有人拿装甲爱心更帅，我就不说是谁了。我很喜欢鳄鱼的攻击方式，很少看到洛克人 BOSS 隐藏在地形中伺机猎捕，然后再躲起来，而且他是鳄鱼，会觉得这种想法很细致。虽然拖台前，但打过应该就有影响。还好他有破绽很多的抛齿轮给人打，吃能源比较少用，变色期间攻击他会遭受4颗子弹反弹。神龙穿心砖是他的大绝招，被撞过的位置留下的疤痕有伤害，逼人在地上跟他决斗，还好低血量才用。漫画鳄鱼成为手部装甲的受害者，艾克斯被打一面倒，然后奇迹发生，使出超帅的双重飞弹，特务长这样。下一关音速鸵鸟，飙车仔最爱，这是 X 系列首次出现骑乘关卡，原主是5代扑浪人的水上摩托车，不过现在会觉得 X12 的设计很贴心，车爆了可以改用走的，不强迫逼人考驾照。这边有个特 A 级驾照考场，倒车入库拿爱心。有些人应该有疑问，实况的时候我是爆掉吗？对啊，这重拍几百次才拍到的。干！然后下面用鳄鱼特务拿脚铠，很实用的空中冲刺。最后进入王门，看艾克斯对着飞弹手抽筋，不过蛮疗愈的。听说原本要做成玩家手动破坏掉飞弹，别的影片有做考察，这方面不是我擅长的领域。接着音速鸵鸟从背景飒爽登场，习惯叫一下再跑步或跳跃，跳跃动作跟曲线有一种嘲讽感，被他撞到会弹超远。偶尔跳起来发射音速波，半血之后开始发射蓄气板，跟 X4 第2次卡尼尔躲地板雷电差不多意思。不过选择的站点地势越低，就有越多时间反应。这关是热门的起手之一，跟丝瓜差不多难度。顺着特务相克，第3关结束就能获得手跟脚。漫画把剧情加菜加得超精彩，利用鸵鸟跟暴风铁鹰呈所属相同部队的设定来下笔。原设定是鸵鸟在某场事故失去飞行能力，萌生退役。漫画采用很具体的喷射机坏掉，铁鹰没有成功为了留住鸵鸟，但因此2人感情变超好。西格玛在漫画版改成续关复活，作为许多事件的幕后黑手。他把暴风铁鹰的手炮残骸丢到鸵鸟面前，拉高鸵鸟对艾克斯的仇恨度。之后2人开打，鸵鸟不断制造伤害，艾克斯总是能站起来。鸵鸟发现他跟铁鹰有相同的眼神，结果西格玛命令拜欧伦发射第2颗飞弹，同时让基地自爆炸死鸵鸟跟艾克斯。艾克斯用肉身去挡飞弹，这一瞬间，艾克斯让鸵鸟想起天空的美好，队长还显灵，与鸵鸟一起在天空中翱翔，替艾克斯挡掉飞弹，英勇牺牲。漫画这段非常精彩感人，特务长这样。下一关废铁飞蛾，拿到手铠就想学一些有的没的。谢谢大家1级玩家，你们就不要留言说 TG 在这边跳多久了，就不用在下面留言说这个人跳了半小时。不知道是谁决定把铠甲放在这里，他一定经历过恶魔城2代的腥风血雨。拿到铠甲，以前看到异兆爆破，简直要高潮了，帅炸！想再看一次，结果没得放了。中 BOSS 是2台被操控的机器人，用鳄鱼特务打很快，正常打也没什么难点，比水晶瓜牛关的强一点点。第一次进王关的时候，看到这一小只，想说怎么跟照片不同人，才发现是还在成长的蛹，原型是结草虫，用火烧它很疗愈，不过有个很难触发的机制，让它吸好几圈废铁，可以帮它满血破蛹而出，没有任何好处，单纯变更难打。飞蛾最可怕的就是体当，伤害12，速升满血16，碰一下直接变1/4条雾。正常情况半血才变飞蛾，然后跟他速战速决。特务长这样。
蓄气板有特殊功能，在特定空间可以吸收补血或能源，这是补一罐的最快方法。再来剩最后的反击猎人基地，关卡真的没什么特别的，容我这部分全部跳过，讲尾王就好。这也是没什么好讲，比之前多一招造地板，3只最强担当依然海放其他2只，铁球太随机，伤害又高，正常打法就是用泡沫射他满脸。下一关萨加斯坦克车，异兆爆破直接把他从驾驶舱炸出来，新年快乐！哇，超人都要炸了！这样音速鸵鸟特务极气摸彩，打法很惬意啊，适合中老年玩家。死前又在暗示了，我居然再次输给莱德时候完成的机器人，所以萨加斯对莱德跟威力的事情应该略知一二，但始终来历不明。第3关，众所皆知的重头戏终于来了。这个秘密很好发现，下路很顺，上面却放个跳不上去的爬梯，任何玩家看到都会想上去看看吧。用水晶刮扭上去，左边这颗真的是全游戏最窝心的头，它提供你无限挑战机会，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是这排刺。其实还好，不到离职员工的程度，还相对明显提示出用火特务机器加空冲破解这题。听说火特务机器碰刺会自动刹车，来试看看。真的耶，隐藏胶囊来了，记得满血贴着左边进去，否则要重来。终于来到这啦，艾克斯，这次的招式是这个，赶快进来胶囊看看吧，自动帮你打出升龙拳，指令跟快打旋风一样，623Y， 条件跟 XE 一样，满血才能用。尾王很贴心的安排一台练拳机，升龙拳。接下来到了欢乐升龙拳时间，升龙拳，升龙拳，靠北。不行不行，这个我要贯彻始终，我要每一只都有。干！靠北，升龙拳，没鸡鸡，鸡鸡再长就有了。升龙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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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升龙拳。西格玛看到新家快被拆光了，赶紧来电关切。看来反击猎人的作战失败了，但是请安心吧，我为你准备有趣的东西，我在电脑控制中心等你。没错，因为凑齐零件的关系，冒牌黑杰洛初次登场，正牌杰洛帅气回归，顺便呛西格玛的复制品做得很烂。西格玛以为修复后的他应该把艾克斯视为敌人才对，结果又被呛了，因为我讨厌你。我总觉得学长被修好之后，脾气比 X1 还要凶悍很多，分工还很理直气壮。我来破坏基地的主电脑，学弟你去追西格玛，还帮学弟打出一条捷径，做学弟的根本无法推辞。这里，艾克斯这条镜头有西格玛的本体。开始最后一战之前，先来结束漫画的剧情。漫画把整条故事线改得更顺畅一点，我蛮喜欢的。虽然有个地方怪怪的。反击猎人趁艾克斯还在忙八大，潜入猎人基地抢走杰洛的半身。这边还原游戏少拿杰洛零件的剧情，同样也是反击猎人潜入基地夺走杰洛所有零件，并打算让杰洛以非正规品复活。不过反击猎人在漫画八大之后串场，不跟艾克斯发生战斗。杰洛复活这段被改得有点奇怪，居然被放置在没有严密看管的地方，旁边的非正规品还在打牌。杰洛就这样出来到处撒野，直到废铁菲尔放在倒数第2关，杰洛才被西格玛找到。漫画选择省略掉反乱猎人的第2形态，改成直接3打1，省下轮流下水饺的解释跟一堆场景。这场超好看，仅次音速鸵鸟。杰洛也是出招连连，大地碎裂拳、光速剑。至于杰洛的光速剑到底从哪来的？根据网络调查，包含国外网站，较多统一说法是来自于萨加斯修复时的追加武器。X4从光速剑证明为 Z 光刀，也有一说是改造后更名，因为X4比 X2跟3有更强的近战能力。无论哪种说法，都不支持 X1 打败西格玛之后得到那把。最后，艾克斯成功摧毁学长头上的非正规化晶片，两人协力打倒冒牌金刚狼西格玛。西格玛病毒收拾得更绝，杰洛攻击艾克斯来蓄满异兆爆破的能源，超还原游戏的方法，直接送他最后一集。超圆满粉丝作，这本什么都有，感觉有汲取到之前的经验。我觉得 X2 这本比 X1 精彩很多，2本都是好漫画，很值得看看。西格玛准备了3句遗言，无论到哪都要妨碍我吗，艾克斯？那么由力量提升完毕的本人我，亲手把你埋葬于黑暗之中吧。升龙拳，最后从电脑中心冒出 3D 模组的西格玛头，便是西格玛的真正模样，大名鼎鼎的西格玛病毒。我有个比防毒软体还有用的手段，升龙拳。
升龙拳，病毒痛到像弹珠一样弹来弹去，最后勉强挤出几句话。艾克斯，这次又是我输了，但是我会复活好几次，并且得到新力量。你只不过是获得暂时的胜利。但是为什么杰洛那家伙最后几个字应该是 Wily Numbers， 也就是威利博士完成机器人的 DWN 编号，代表西格玛知道杰洛的来历跟目的。结局画面终于不再只有艾克斯一个人，这次多了学长站在旁边。X2 的故事告一段落，等等结局旁白用字幕带过。另外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传一下，8月1号到8月14号有走中奖投票，用手机扫描画面中的 QR code 即可投票。我有报名潜力新星跟年度个人创作者，但希望观众请投给你最喜欢的频道。预计8月11来挑战速升 X2 吧，难点应该在反击猎人跟西格玛身上吧，希望能挑战成功。以上报告完毕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影片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帮忙推广，或是用75元加入会员用金钱支持，对频道的经营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再次感谢，下次再见。我是 TG 讲游戏，拜拜。